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全世界都认为现在中东的局势还在混沌不明的时候，这个时候明灯出现了。你看到股神巴菲特退休之后，他罕见接受了访问。他访问里面讲什么？直接讲结论，跟大家讲安心啦。为什么安心？他说，自从我接管波克夏以来，股价已经跌了3次，甚至超过了50%，所以这一次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结论非常简单，这一次的中东战事里面，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更有趣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说目前看起来没什么大不了？你看到伊朗最近像是发了狂似的，就算美军说要撤军，他还说我要轰，我要继续打，甚至他扬言他干什么事情？他说要威胁18家的 AI 企业，里面包含了思科、惠普、Intel、甲骨文、微软、苹果、Google、Meta、IBM 等等这么多的企业，而且这么多的不单是 AI 哦，都是美国的龙头企业。但是我们看到股价反应是什么？完全没有跌，反而全部都涨了起来。原因是什么？大家都认为你伊朗不敢打，你也不可能打，甚至美国不会让你去动。原因是因为这些企业就是美国的命脉，它怎么可能会让你去动呢？你看到了巴菲特的想法，你看到华尔街的想法，他们脑子都已经想好美国的剧本到底是怎么写，我们只要照剧本走就没有事。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懂这个剧本的人，你今天不照这个剧本走的人，你会死得非常惨，你会被收割得非常惨。我指的就是中国。你看到中国在这次战事里面，它完全反其道而行，它把美债全部都倒掉了。它今天大买黄金，那黄金我们上次才跟大家讲，黄金的价格直接崩了，完全被收割，甚至他认为记忆体会涨起来，他囤了非常多，没有想到又被杀一个措手不及。所以非常简单，你政策的制定者带着大家一起走的人，如果你判断错误，你不懂美国剧本的话，那你真的会沦落到非常惨的下场。所以松哥，我们是说股神就是股神。我们之前才在节目上讲说，他之前投资的石油事业，现在赚得盆满钵满，结果他今天又开市了。这一次跌没事啦，对，目前来看没什么大不了。结果说完之后，我的天！美股喷到乱七八糟，没错，股神巴菲特又出来了，他接受美国 CNBC 的这个专访，那这个非常有意思哦。为什么？因为他在去年已经卸任波克夏的这个 CEO 了，这个所谓执行长，所以照理说他应该也不会出现在公众场合，但是他很难得接受媒体的采访。好，那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他有出来要安抚美国股市这样一个状况，定心丸。因为美国股市跌得很重啊，你知道美国道琼啊、美国纳斯达克都跌到年线，跌到年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1年来的成本，所以再跌下去的话是不得了的。好，那他就出来跟大家讲，好，他说啊，这个目前为止不是很多股票大幅的下跌啊，还有很多忧心忡忡的华尔街人，就是说他的结论是，目前来看没什么大不了，没事的，大家别惊。好，他要说我们目前为止，他就说我们有3700亿美金的现金，然后他就说我们准备要开始买了这个170亿的美债。买美债什么意思？我支持美国嘛，然后他又说我准备要买一档公司，有人传言说是苹果，那也就是说苹果已经慢慢跌到他认为的甜价，所以他有可能会进行这样的投资。好，那我觉得他讲的其实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美国的资本主义是有效的，他们跟庄家作对是不会成功的。对，简单来说，他认为美国这个体制绝对是世界最强。然后你跟庄家作对是不会成功。好，庄家是什么意思？庄家就是美国的华尔街，还有有钱人才是真正的庄家，主导世界游戏者是真的庄家。对，那现在谁在挑战这个庄家呢？很简单嘛，就是中国嘛。中国在挑战这个庄家，你看有没有？这个美债，我就卖你的美债。对，你要做多美债，我就跟你对做啊。你要做多美元，我就给你买黄金，这样跟你对做。然后我就买记忆体，我囤很多东西，囤了一大堆，那不是就是想要跟他对做吗？就没想到这些慢慢都遭到华尔街的收割嘛。这个巴菲特，我觉得他有几个讲法，我觉得值得大家留意。为什么？因为巴菲特呢，我们那过去巴菲特，人家说他是股神，对不对？对。那我跟他说，其实他是股神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他当然非常会判断；再就是他跟政府高层有非常多的管道联系。我跟你讲。譬如说，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出面去买这些所谓银行股的特别股啊，那是谁拜托出来？甚至上次有传言是奥巴马，很多民主党拜托他出来啊。很多时候他会出来安抚市场。你看他这一次在好死不死就这个时间点，对，美股跌得这么重，他出来，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剧本？好，不只是一个剧本。我刚才讲，他讲什么呢？他讲到就这个特别就问他说，你这个核武的问题，他就跟你讲。
他说涉及到伊朗跟北韩的地缘政治局势正在升温。他说，如果该地区如果具备有核武潜力的话，会大幅的提高严重性。对，他说什么？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确实知道，拥有核弹的伊朗绝对比没有核弹更难对付。所以他的想法跟美国的政府的想法是一样的。对，没错，我就要把这个浓缩铀给处理掉的。是某些程度来说，他可能跟川普的想法是一样，搞不好是川普跟你说，你拜托讲一下。对，有可能，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哈。好，那另外一个是说什么？他说，如果你觉得当年冷战时期，当时是前苏联跟美国不在冷战对抗，对，大家都有核武器可以毁灭对方吗？我们与苏联的对峙就已经够危险了哈。但是你要知道，当年的赫鲁雪夫是一个蛮理智的人啊，他说甘乃迪也是啊，所以不会乱按钮。但是现在呢？等到我们必须去对付北韩那种，你知道，这种连别人的发型都要批评、行事乖戾的领导人之后，那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嘛。那我讲北韩是这样，照我问你，伊朗是不是？伊朗更疯了。如果伊朗有核武，那不是更疯？他都说什么18+5都要炸了。对，所以他就没有错，他也蛮赞成这个川普的决定嘛。他说，我曾经问过一个美国总统，他说如果在冷战时间面对核武的威胁的时候，在只有10分钟的决策里面，他会怎么做？那位总统告诉我，我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其实有核武之后，你真的是随时可能都面对到世界毁灭，那个是死亡威胁。所以为什么？所以他等于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赞同川普你说你要摘除这个伊朗的核设施 ，OK 的。所以你看他都出来讲，那我觉得某些程度来说，他也在帮川普把这个帮美国人民做这个所谓心理建设嘛，对，就把它摘掉，说 OK 的啊，连股神都这样说啦，对不对？那好，那我跟他讲。那为什么股神要这样讲？因为这个伊朗真的有一点点，好像有一点口不择言。你看伊朗革命卫队说什么？他说：“哎，我们18+，我们要炸美国公司啊！对对，这个海湾区的美国公司，不仅在那些这个军事基地工作的公司，你看他点名那么多 ，Cisco、HP、Intel、Oracle、Microsoft、Apple、Google、Meta、IBM、Dell、Palantir 一大堆都被他点名。那点名来说，当然大家很害怕嘛。原本很害怕，结果美国记者就去问这个川普说：，哎。”你会这个要去我们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威胁了我们在海湾的一些公司18+，对，那你什么？就你知道川普说，他说，用什么？他们用什么威胁他们啊？用 BB 枪吗？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啦。BB 枪威胁。对，所以也就是说什么？他其实无形中在讲这个是什么？这个伊朗的武器大家都被我们毁的差不多了啦。安呐，没事啦，他就顺着巴菲特就一路讲下来。对，他不敢动的。对，好，所以你看，事实上他们某些程度是不是都在安抚市场的人心？好，那安抚市场的人心之后，人家今天不是有个最新的消息吗？不是说阿联酋、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说，我被整，我要站到最后一刻。那大家想说他为什么要站到最后一刻？因为说真的啦。阿联酋目前为止一定要把这个伊朗啊完全摘除，为什么完全摘除呢？因为他们未来可以享受 AI 的果实。搞不好你看伊朗动不动就要威胁要炸我的这个 AI 公司，那还得了，对不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在去年的时候，川普不是有跑到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访问吗？你知道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访问的时候，你看他们当时不是阿联酋不是就说我们要这个建一个数据中心吗？要买250万颗辉达的 AI 晶片呢。250万颗是个何等大的数字，一颗晶片要5万块，这好几千亿的投资好，那他们不是说我们要弄一个 AI 城吗？对 AI 城那时候我们看，这时候川普在这边嘛，对，正好你们注意到黄仁勋也在这边黄仁勋在这边，所以你看当时大家都来了，所以等于是大家有未来的 AI 梦啊，就没想你这一次你要点名打那些公司，我跟他讲。点名打那些公司里面，大部分都在阿联酋里面有据点，都是所以等于是阿联酋跟美国完完全全 AI 绑在一起啊。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中东之前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说我阿联酋当然第一个站出来，他们是一个新结盟的概念。当然啦，我们而且你还说点名了我们阿联酋的公司 G42嘛，对，我们 AI 公司巨头，你当然我要打你嘛。所以我在说，你不能够动我未来的这个应许之。我跟你讲，因为 AI 未来就是所谓的大未来的发展方向，你怎么把我未来的方向打掉，那还得了，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话，阿联酋跟辉达还达成了一个交易是什么？阿联酋有一个国家叫阿里瑞亚，阿里瑞亚的这个执行长他来到这个所谓辉达这边，他们要达成主权，要发展属于阿联酋的自己的语言模式，就这样一个状况。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美国跟阿联酋他们在 AI 上面是完全深度绑定在一起。就你来威胁在我这边投资的 AI 公司的时候，你觉得阿联酋会怎么办？翻脸的，你爬，你这是我们的亲鸡母对，这是我们的命根所以他为什么一定要铲除伊朗？他要打到底，就是这样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刚才讲，除了这个在阿联酋要打到底之外，我们刚才不是就说吗？
决定这个所谓的市场方向的是庄家，对，庄家决定。好，所以我就讲有一件事情大家已经觉得很不能够理解。你看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投资人都在讲记忆体，记忆体什么台湾的南亚科啦，然后这个华邦电涨翻天了。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什么美光啊涨翻天，就没有最近就暴跌。那最近暴跌的时候，我跟他讲，为什么暴跌呢？股价为什么暴跌？因为大家都被华尔街割韭菜啊。那怎么很有意思啊？你看美光科技之前一直涨的时候，那当时非常多人一直在唱多。你看目前为止有43位美国的这个分析师中，有38位买入这个维持买入或者强力平等哦。所以松哥，你说这个华尔街阴谋，这不是我们乱说的哦，这是香港媒体说的哦。他说什么？Google 神奇压缩技术戳破 AI 泡沫，美光近期狂泻30%，揭露华尔街的杀局。对，没错，也就是什么杀局呢？第一个就是他一直在唱多的时候，你会怎么办？买。所以呢，股价一直冲嘛，冲上去了。对，这个美光的股价来说，一度冲到400多，快要逼近500，然后每一个都把目标这样调得非常高。对，那调得非常高，你会怎样？一直买，但是他们一直唱多，但是股价却已经在跌。明明业绩还很好，一直跌，然后一直跟你说很好，但是股价已经跌了3成，股价跌3成，表示什么？大户在跑嘛，所以这样把你砍杀嘛。对，然后还发表了一个什么 Google 还发表了一个叫 Turbo Chrome 的一个技术，说没有惨的啦，会让整个记忆体使用量很小。那个整个华尔街还拼命炒作这个议题，就让股价跌得越来越深。所以说这就是怎样？这就是大家把它这个所谓的韭菜给割掉嘛。这就是在美国的华尔街怎么狙杀那些所谓的这个散户，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他狙杀谁最惨？就如同这一篇新闻讲，我刚刚讲是香港媒体报道，是的，全球记忆体价格闪崩，引发小股灾。对。中国最惨，对，中国又上当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所谓杀法，各国都一样啦。这个韩国股市，你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韩国股市？韩国股市这个三星、海力士也涨翻天，然后涨到高点的时候，杀下去，涨到高点的时候，这个所有人都说战，就杀。所以韩国的散户被大户割韭菜，台湾也是一样。台湾的什么南亚科嘛，涨到翻天，涨到300多块，就还跌3成，因为也是被大家杀。所以我跟你讲，这就告诉你什么？游戏规则永远都是庄家决定，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但是全世界最大的庄家在哪里？美国。在美国，所以还是美国说了算，就是这么简单。好，那因为中国呢，它比较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所谓记忆体的股票，它比较少，所以呢，中国人不是在炒这个，他们炒什么？他们炒现货。所以他们炒现货啊，所以呢，你知道我跟他讲，现货的股的价格来说，涨得真的有够夸张。你看我们讲，目前为止涨最多的 DDR4的16 GB 的内存，2025年的5月100多块啊，对，几条几百块，几百倍涨，后来涨到980块。去年5月才180块，去年12月变980块。好，那你看现在全世界大家都讲，你看嘛，华尔街说，这个记忆体缺货啦，然后韩国人也说缺货，台湾也说缺货。那你说，对于中国那些民众来说，他怎么办？我要囤货。对，我囤货嘛，所以他就缺货，我囤货。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开始囤了一大堆，囤了一大堆之后，就没想到跌了，崩了，股真的跌了，股价崩了。你看你看这画面，对，我不爽，我不卖，我全部丢了算了。那全部都是一条一条的记忆体，那因为他们都是高价收购，之后，现在记忆体的现货价在跌啦，跌了之后他们怎么办？开始抛售。所以你看，从上个礼拜以来的话，这个原本价格大概是3000块左右的32 GB 的 DDR 的记忆体，一口气就降了500到1000，所以跌那么多，只跌了1/3左右。所以等于是买了原本你要发大财。就没想到现在报道一堆卖不掉的东西，就哀叫。你看他们每天华强北里面看旧手机回收价格每天在下降，那商家抛售了这个内存就是记忆体，那商家回应这个内存记忆体大崩盘，然后内存价格这个出现断崖式下跌，所以等于是目前为止来说的话，我刚才讲原本呢，如果你要去问这个中国的华强北他们最大的批发商，过去都是没有价格，我们每天都随时给你报价，因为在涨价，现在是怎样？也没有价格，因为每天都在跌价。他说什么内存不好玩了？他说全部暴跌30%到50%。对，50%什么概念？很惨啊！对，所以他们就变得很惨。好，那变得很惨的时候，就变成怎样？那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因为这个记忆体里面来说的话，手机里面旧手机有记忆体，所以呢，原本大家不要用的旧手机，二手机也被炒作，原本只价值10块人民币，然后后来回收价格居然飙到150到500。
为什么？因为大家想要，里面有这个记忆体，我把它搬出来嘛，对记忆体价格大涨的一个状况。对啊，譬如说一款上世代10年的 OPPO 的旧机，去年回收价是20到30，就没想到现在已经涨到150到180，涨了接近8倍，对，很多都涨翻天。但问题是现在又下跌，那怎么办？他们那些又全部都卖不掉，这种旧手机没人要啊。原本你看这个买家买了一大堆旧手机，现在没有人要。对啊，本来想说，我这个好可以削一把，就没有，现在也没有了。而且现在世宗哥，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是记忆体竟然出现了价格会倒挂。对，它出售价格比原价还低很多。对，我根本没办法卖出去，因为大家在赔售的。对，因为他们现在只能够赔售卖啊，你要出货就要赔售卖，所以等于是说这一批的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买家，他们是被套在现货上面。对，譬如说海力士，或者是说像韩国业者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叫氦气。氦气要做什么？氦气主要是在半导体里面是要用到氦气。对，就像最近氦气的价格开始暴涨的时候，就你知道韩国的海力士或是韩国的三星，他们都跟卡达要，但问题是卡达现在没有货啊，我都被轰了。对，怎么办？我都关了。就你知道，美国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发挥所谓庄家本色，怎么讲呢？他们美国的氦气一跳涨50%，从这个450立方的价格来说的话，跳涨，现在已经开始从200块已经涨到800块啊，200涨到800，对，这是半导体级的，因为氦气有非常多等级嘛，半导体级的话涨了4倍，涨了4倍来说，你看，我就跟他讲，氦气主要原因是你在生产 LNG 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副产品，所以埃克森美孚石油就说，我们赶快抢商机，那怎么办？全世界大家都只能够跟他买，所以等于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就不计价的跟美国买。所以我跟你说，谁是真正的赢家？庄家。美国是真正的庄家，所以才说这个游戏规则永远是什么？有讯息的人、钱多的人决定，对，或者有货的人决定。对，所以呢，美国就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巴菲特告诉你的，不要跟庄家对坐。好，那不要跟庄家对坐的时候，你要留意谁是真正的大庄家？真正的全世界你要大庄家，股票市场或者全世界的金融上有2个人，一个叫川普，对，华尔街，川普讲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改变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联准会主席，还有你说的华尔街，他们是真正的顶级的收割器，要收割人家的，顶尖收割器，他们要收割人家的。好，那怎么收割？你看美国的这个美国公债殖利率有一个警戒值，通常4.5以上的话，可能就会触发美国，就是说你这个美国公债可能会出问题。4.5，就你看，照好像这最近呢打仗之后，美国公债殖利率一直往上升，对，往上升就是表示什么？有人在抛售美债，然后呢，公债殖利率往上升升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突然之间，又往下掉。为什么？因为鲍尔出来讲话啦。他出来讲话就说原本市场就说可能会这个可能不会升息，不会降息，然后他又开始说今年会降息，就美国殖利率就往下掉这个状况。所以你看，他几乎你看美国都可以控制。对，我要殖利率低的时候，就鲍尔出来讲话，或者是川普出来讲话，没有问题，然后殖利率就往下掉，那甚至黄金就开始又开始涨。为什么黄金开始涨？因为美元要跌，川普希望美元跌嘛，美元要跌的时候，黄金就要涨。所以那几乎我所有的东西都被美国牢牢的掌控在这里面。所以那这个习近平怎么玩得过他？你看中国买了那么多黄金，结果黄金的价格跌了那么多。那好，那现在中国要在抛售黄金的时候，他又让你黄金价格涨。对，所以跟你讲，事实上这个世界的赢者来说，就是掌握秩序。我有什么规则，什么都是我定的。就像是这个少林足球里面的这个谢贤讲的那句话，球证、裁判都是我的人。那你所以像我们这种一般散户还在看 K 线怎么样走，现在美国要你上还下，这是他们来决定。是啊，这是跟习近平一样，习近平现在跟我们一样啊，他也没办法看得很懂啊，就带头被收割。对，所以我才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赢家玩家，永远都是那些庄家。那些庄家是什么庄家？就拥有最多钱，能够决定市场的，还有游戏规则都被他制定的人，那些人才是真正的决定市场能力的人。文哥，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中国会被割韭菜，很明显就是决策错误。那为什么会决策错误？你说有2大关键，第一个叫做习近平，第2个叫做福建帮。对，福建帮又出事了，而且证明中国的低价跟低品质跟内卷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完全是出在
福建帮跟习近平两个身上，现在脸丢多大，你知道吗？去年4月的时候，大阪不是举办了世博会吗？所以这家9州的 EV 公司说，它要引进190台的电动巴士，要标榜什么减碳。所以这些电动巴士本来是在世博赛的时候进行接驳用的，然后后来大阪市政府你看花了75亿，然后直接撞到梁柱里面去，因为转向不足、刹车不足嘛，所以这190辆巴士本来大阪市政府规划说，如果你大阪世博会现在已经结束了嘛，10月之后结束，我可不可以把它转成地铁接驳交通用的？因为电动巴士啊，你还可以继续用。结果连1年都不到，人家大阪市政府跟那些司机受不了，不要再用了，实在品质太有问题了。因为中国的低价真的让他们见识到有多痛苦了。结果这些的电动巴士被称为你知道吗？叫做电子垃圾，然后决定本来75亿买的，现在40亿是日本政府补贴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画面，都是那一些中国的电动巴士没有人开了，变成什么？电子的坟场了。对，没错。现在大阪市政府决定痛下决心说干脆的，我们全部认了，1年都不到，人家脸丢多大，1年都不到，这些电动巴士全部停在那边，就被称为电动坟场。总把中国制造品质，其实这一次的世博会，完全让大家看到，原来中国的制造品质还是充满问题，低价。然后内卷，你抢到标案之后，其实品质根本没有那么好，甚至连1年都开不到。好，现在在检讨中国低价跟恶性竞争的，还有中国直播跟电商圈，他们现在在讨论一个是，我们能不能不要学福建帮跟莆田，特别是莆田这个的发展模式了，因为最近中国电商时代，大家都一直在抢好货，然后很便宜，123啊，上连结啊，然后可以卖很多东西，卖到说。整个中国2024年他们已经卖了5兆人民币的交易金额，你知道这代表什么？这比许多中等国家的 GDP 都还高。对，其实台湾也差不多才25兆 GDP 左右，它这个交易金额都快要追上台湾了。所以莆田模式是什么？2025年中国的官媒自己把这件事情揭穿出来，说莆田模式就是成本20块的卖500块，然后利润直接翻24倍。在中国横行，其实70%以上都是不正当的来源。对，那莆田厉害的是什么？它厉害的是那边有一大堆的鞋厂，总共有4200家的鞋厂，1年可以造12亿双的鞋子，然后正版的运动鞋，你知道被莆田人看到，他马上上千人，他可以贴牌做几十块到100块，太厉害了吧！全中国都在搞这个，变成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对，所以今天中国的直播圈学的是什么？全中国都在学所谓的莆田模式，就是标榜说这个东西是好东西，结果都是造假的、贴牌的，70%都是不正当来源，利润都非常的高。全中国都是莆田人，全中国都是在做大阪电动巴士。偏偏莆田人厉害的是什么？他不止在制造业电商业很厉害他还有假医生、假药品。我2014年去莆田采访的时候，我有点吓到，你知道吗？从泉州到莆田的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男性医科的广告，然后到处都在卖那个壮阳药。我一直会想说，奇怪了，是全莆田的医生男生其实都有所谓的性方面功能问题吗？后来我才发现，仔细研究怎么全莆田都在做医生广告，才发现人家莆田人很厉害，他不只会做假鞋子、假衣服。他还会当假医生，偏偏莆田这个地方发展跟谁又跟息息相关，你知道吗？跟习近平的崛起是有关的。我们看到过去，习近平、福建帮、莆田串在一起了。对，没错，莆田是一个极端矛盾的地方，它代表是什么？中国有世界级的技术跟制造能力嘛。制造产能真的很强，可是专门在游走法律边缘、造假文化。福建出来的电动车在大阪丢脸，不就是这样吗？偏偏在习近平主政期间，莆田模式就是他一直在吹嘘的。我们看这个旧影片中国在订“14-5”跟2035年的规划，还特别提到永定河跟木兰溪的综合治理。木兰溪是怎么回事吗？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央视的影片这是2019年播的，是播习近平在1999年在福建当政的时候，在莆田当官的时候，他怎么样去治理那一条河？为人民变害为利下来，连手套都戴上去了。这件事情还不只是吹嘘捧他一个功劳，而是把莆田模式推到全中国去所以对中国人来讲，
莆田模式到底是一种发展模式，还是一种制造业的精神，变成是全中国都会在看这件事情。对，偏偏很多人还是都是福建帮出身的。中国现在高官包蔡奇也曾经在莆田当过官，还有何立峰在福建当过官，甚至连习近平当初的贴身秘书，在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福州省委书记的时候，这个人后来梁建勇还变成莆田市长跟市委书记。对，所以莆田跟习近平几乎就是画上等号啊。所以他等于都是造假文化，不管是习近平，是他身边所有人，甚至他带出来人都搞造假，难怪整个政策方面全都是错误的。好，偏偏这样的精神跟习近平刚好不谋而合。2024年我们也讨论过，《华尔街日报》不是那时候在警告说中国陷入通缩的危机吗？对，习近平转过来问他的幕僚说，通缩有什么不好的？大家不是喜欢物价便宜吗？所以习近平的思路，福建帮的思路里面都有一件事情是，中国就是要够便宜，而且要比别人便宜，世界最便宜才有竞争力嘛。偏偏这就是大家最怕的地方，你便宜也就算了，你内卷到大家没工作，甚至做出来的东西是伪劣造假嘛，连中国电商界也在怕嘛。好，偏偏除了电商界在检讨莆田模式之外，中国最近又有一个贴文竟然红了，你知道吗？有一个人在推特微博推这篇文章说，最近有一个你说这一个文章，国民经济是如何被一只猪所影响的？放了这一张图上去，竟然被封号，就被封号了。而且现在你要找这个还真的很困难，是因为3月24号，中国的中央财经大学有一个叫于爱之教授，他要讨论的是什么？他是认真的研究，因为他是农业的专家，农业经济的专家，他要探讨国民经济是如何被一头猪影响的。那他要探讨问题是什么？猪价为什么便宜到现在一杯咖啡可以买2斤猪肉？你会觉得很难想象，可以便宜到这么地步。那中国的猪这个产业是如何内卷？因为养猪实在每天都在赔钱啊，猪，然后养2万头。22000万的养殖业者啊，数字真的很可怕。养到现在变成是一直卷到竟然现在猪过剩到现在猪肉可以这么便宜，偏偏有个面向，这个老师是经济学专家，偏偏有面向是猪价又会影响 CPI， 又会影响价格，所以一边是内卷，一边是经济不振，影响到 CPI， 所以大家就吃不起猪肉。他想要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可是偏偏是所有中国国民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会想到，那到底是谁主张内卷、推动内卷的？谁又让经济不振的？所以大家拼命的推这篇文章。好，有趣的。可是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今天这篇文章出来之后，你刚刚说他这个经济学家，他也讲猪啊，他讲猪，你刚刚讲很多，对啊，的确是经济上的事情啊。但你说什么？你说这个猪为什么会被下架？它影射到人了吗？对，所以有趣的地方是中央有人站出来把这个号给封了，把这个事情给封了。到底是怕人家去探讨所谓的经济学的问题，还是怕叫大家探讨一件事情，是中国经济是被一头猪给影响了？到底是哪一头猪鼓励了中国内卷，然后让大家卷到现在大量的失业？还有是哪一头猪让大家买不起猪肉？金平哥，真正决策错误的话，真的会害死一个人。我们最后才跟大家讲比亚迪的这件事情，看到中国的经济真的是快崩溃。那你电动车它到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你看到这个画面，他们说什么？这是百度旗下的自动驾驶轿车服务叫萝卜快跑，但没想到竟然在3月31号，多台车子就在一夕之间至少10台以上都宕机了。你看到的是昨天晚上的这个画面。几乎是集体罢工，它高架桥上的所有的这个几乎很多的这个百度旗下萝卜快跑全部都宕机了。对，然后而且都闪着那个双黄灯，然后中间车子后面还有一个这个三角形的那个，就是我们在放那种故障车标志，它是用那个灯一直去显示。那造成呢路上交通大乱，甚至有的刹车不及。你看这一台红色的车子，它的4个行车记录器，哪有人在这大马路上直接停的，直接撞上去？而且它在中线，你有没有看到？它直接撞上去，它根本没办法。那撞得很严重的，还有旁边的这个车啊，撞到了那个后车的安全气囊都出来了，然后前面的车它的这个屁股啊也被追尾，撞的这个你看到这没有？这就是。后车根本来不及撞到前车，它的安全气囊都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被丢包在快速道路上面那个高架，你会吓死的。那后来萝卜快跑说，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他下车之后，
他真的站在路肩上面这样拍，如果是我早就吓死了。所以他一直这样子拍，然后也是拍那个高速路上面很多的车这样子不断的跑。当然有些这个萝卜快跑他们的车掉掐之后呢，有些的乘客在这个交警的协助下，你看有的交警到现场还不知道怎么开嘞。那研究了半天之后，还是有些乘客是靠交警把他救下来。那最后是出在什么问题？网路全部断连了。后来也有专业的业界人士分析说，可能是因为突发状况触动了这个百度旗下这个萝卜快跑它车辆的安全自检机制，那网路系统感受到异常的时候，通讯就会中断，导致全部的罢工。像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那大家会不会讲说自动驾驶会不会很恐怖啊？可是你知道吗？特斯拉就一直在布局这一个，尤其是你看马斯克啊，他之前就宣布说，Cybercab 他要开始在这个从美国到亚洲、欧洲到亚洲到韩国，他都要开始推。你现在看到是有民众在韩国看到说，首尔高速公路上竟然有发现这个 Cybercab， 那特斯拉竟然把触角延伸到了这个韩国来了。那不止这样。有的美国的这个民众，他们透过无人机空拍啊，拍到了德州的超级工厂里面 ，Cybercab 它一辆一辆的正在这个出厂。据说啦，特斯拉的这个 Cybercab 生产线从这个月开始要打算大量的量产，预估每个礼拜的目标生产大概是几百辆。我们也看到电动车上面有大脑跟没大脑的差别，尽管你的萝卜快跑一直布那么多去，你在一夕之间一个晚上可以全部都宕机。你看，人家美国，人家特斯拉，人家是怎么玩的？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出无线的传输的这个充电，这个就是在这个它的 Cybercab 下方的一个这个无线电的这个充电的这个平台。当它靠近的时候，侦测到你的这个位置，然后确定车辆什么时候可以达到它的这个充电平台最佳的位置的时候，再启用它无线充电。据说它也这个获得了美国联邦的这个通讯委员会从2个月前2月就正式授予特斯拉，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技术。那特斯拉其实不是这样靠这样的一个 Cybercab 想要征服全球，但是看到百度的这个这个它的案例啊，因见不远，也许特斯拉它可以去研究说怎么改正这样的一个通讯中断的问题啊。文姐，我们刚刚提到说，你今天不懂这个规则的话，你没有照这个规则走，你硬要去对干，你会死非常惨。我们讲中国非常惨，但我没想到，我们隔壁国家韩国。你怎么也那么惨？第一个，我们刚刚说它缺油嘛，对不对？而且它股市它也跌了非常多。但你说现在更可怕的是什么？是货币，是它的韩元。你可以看到哦，它的韩元在20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已经伤到它用韩元去兑美元这个数字1545才能兑1美元。但你看到现在3月31号，它已经回到2009金融海啸那时候。韩元要崩溃的阶段了。是你说最近股市跌，事实上啊，全世界大多数的股市都在跌。那其实股市跌这件事情呢，大家的冲击都一样。但是韩国这一次面临到的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股汇双杀啊。它在汇率这个部分啊，你刚刚有提到美元换韩元的部分，竟然已经突破了1530韩元呐直逼2009年3月10号最低价的1561韩元。如果真的掉到这个情况的话，等于是创下17年来新低。我跟你讲，你如果韩元在贬，那代表什么？你去买每桶的这个原油原油的价格已经在涨了，对。然后你现在你又贬，你变成花更多的钱来买，惨了。所以它所形成的两股的压力更大。你看今年，你知道吗？刚刚有特别提到，韩国现在已经弹尽粮绝到什么地步啊？要跟俄罗斯去进口2.7万公吨的乙烯，也就是石油脑，均抵达。那你说你一次买很多就算，没有呢？它这一批进来，顶多可以用3到4天了。你会？他今天找俄罗斯来求救。进口石脑油，结果只能用3到4天，是3到4天后你就没有油了。是那个石油脑的比较不一样，反正它就是那个塑化上面的最上游的一个乙烯的，反正就要炼制那个清油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因为我其实刚好这几天有跟那个台塑化这些集团相关联络，我有问他们。我问他说：“你们现在开放可以买，跟俄罗斯买啊，跟伊朗买，你们会不会考虑去跟这些国家买原油？”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他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不可能？现在去美国都 OK 了，可以买啊。他说因为这些国家是邪恶走心国，你跟他买啊，你要比如说你的船那些整个你以后你要去提货去船。他说你这个船要进去，要跟他们这个做交易，以后如果这一艘船被登记成说他曾经跟被制裁的俄罗斯进行交易，哇，那个船很麻烦呢。还有第二个，你这个所有的石油买卖全部都是要经过那个金融体系交换嘛。
他说有的银行哦，他心里想说，美国现在也才给你开放1个月，我起码为了这个1个月的生意，我再给你弄。后来如果你又不能，就是美国又不开放了，对，那我有病啊！我花了这么多成本，我帮你弄。所以哦，他们讲到一件事啊，会去跟这个邪恶轴心国买油的有几种状况。第一种状况，招讨不喽啦，就是没有招了，对，就没有办法了，你就是只能硬着头皮买。那呢，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半导体领域，台积电是1个人的武林嘛，对啊，来到了一个70%以上。那个三星他们就说，哦，我们有新的技术啊，我们这个新的技术怎么样啊？我们现在可以变成是大概已经来到了7%多，从6点几%变成7%，然后我们才讲说，我们有1奈米啊，我们有梦幻半导体要出来啊，我们2030年我们就可以弯道超车，我们可以这个很努力在这个部分插旗啊，还要超越台积电。对，然后结果后来你知道吗？被人家笑死。为什么被人家笑死？人家就开始把他所谓的不要讲到1奈米了，你就是用这个所谓2奈米这个部分，他们来进行相关的功耗能的一个比对啊。三星哦，他们最新的这个 Galaxy 的 S26的手机，他们搭载的当然就是他们自己的 Exynos 2600，就人家就说，这不是你们自己号称你们的1奈米还是2奈米的，就是最新的技术，就一下测下去发现，笑死人，竟然还是我们台积电的3奈米也就是你这样子一个续航的时间，台积电3奈米的可以大概9小时48分，你知道吗？我告诉他嘞，三星用他们自己最新的1奈米，结果发现只能续航6个多小时啊，整少了我们3个小时啊！那你如果是这样对比起来，你就发现，数字讲很前面没用，测出来的功率才真的是差太多了，足输我们3成。而且我跟你讲，更可怕的一件事是什么？这个三星敌我不分。对，什么叫敌我不分？中国到底是你的敌人还朋友啊？我在中国加码投资，中国14亿人口。你说现在韩国已经过得非常非常惨，韩国已经贬值到一个不太行了。大家都也知道，现在国际的局势就是中美，你要好好去选择，你就是站美国队这个地方，你才是赢家。结果你说他现在还去跟中国招手。去中国加大投资，笑死人！你看，包括什么？竟然说啊，他这个SG 啊，这一些都在这个中国要加码投资啊，加码这个在3成左右产能啊，结果被人家挖出来，你有事没事啊？你过去5年你工业的这些相关的损失，还有你这个机密外泄，全部都是从38%都是半导体。对，更好笑是什么？他不只偷你的技术啊，他现在连人都偷啊！他竟然就是用4到5倍的价钱挖你韩国三星的人。而且你可以看到哦，这个半导体公司会突然去揭开这件事情，他说是员工突然辞职，对，而且他是技术型的员工，所以他觉得不行，这一定会出大事。结果他找私家侦探慢慢去查，发现说什么？真的是中国挖角。这个技术型员工当初他还说什么？我不做是因为什么？我要回去务农。原来中国的招数这么多的，超级好笑！他在2024年的8月的时候，然后这个人做了9年了，已经小主管阶级的他就说我现在我要去我要转换跑道，请问你去哪里？我们有竞业条款了，我告诉你你不可以在任何半导体产业你不可以在设备厂商讲一大堆。结果他说我没有，我要去人力中介。你是一个设备厂商的一个专职的这个设计这个所谓的工程师，你怎么跑去人力中介公司？就他说对，我去人力中介公司，就他们就开始去。怎么发现还真的每天都走进去一个人力中介公司？结果他们想说那有点怪，他就请那个征信社去查，一查发现挂羊头卖狗肉啊！外面是人力中介公司，里面根本是中国厂商，而且被人家发现说他们桌上放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竟然还是从这一家原本公司偷出去的相关的图。然后呢，他们就说这个离职员工原本在他们韩国公司薪水是多少？157万新台币，结果人家韩国花了600万来挖人。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